千明正不断向深渊坠落，周围安静的让人害怕，感觉整个人都要被黑暗吞没了。就在最后关头，他猛地睁开眼，拼死从水里挣脱了出来。可等他好不容易爬上岸，看清周围的景象，才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黄泉路。看着眼前这片熟悉的三途川，千明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这已经是他不知道第几次死掉了。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耳边就传来了急促的呼喊声，听这动静，肯定是那个小家伙找过来了。果然，一只小黄鸟哭着飞到了跟前，急得语无伦次，生怕自家公主出了什么意外。千明摆了摆手，示意自己没事，只是这黄泉路上的风吹得人浑身发冷。刚才那只小黄鸟现出了原形，它叫安息，不仅是千明的贴身侍女，更是拥有凤凰之力的守护者。见自家公主冻得不行，安息二话不说，直接用凤凰真火把千明搂进怀里，这取暖方式也是没谁了。千明刚暖和一点，就开始好奇自己这次是怎么死的，甚至还猜是不是在睡梦中断了气。这话可把安息气得够呛，当场就炸了毛，死活不让千明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千明倒是一脸淡定，人都到三途川了，不是死了还能是什么？安息却坚持说这只是在生死边缘徘徊，毕竟千明的背景硬得吓人，她可是玉皇大帝和阎罗王的独生女，谁敢真的收她的命？这位千明公主虽然身份尊贵，却有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特长，那就是命短。看来这顶级仙二代也不是好当的。千明正忙着帮安息擤鼻涕，那动作粗鲁又熟练，简直像老妈在照顾调皮小孩。千明一脸淡定，毕竟死多了都习惯了。反倒是安息在那哭个不停，说就是因为死得太勤了，才让人心疼。安息还爆了个大料，说不仅阎罗王老爸哭得稀里哗啦，就连一向冷酷无情的玉皇老妈，这次竟然也绷不住了。千明听完直接愣住，在他印象里，老妈永远是那富波澜不惊的样子。本以为老妈早就看开了，没想到那些坚强全是装出来的，哪有当父母的能习惯自己的独生女，天天在鬼门关进进出出。安息抽泣着提醒他，千明和别的神仙不一样，要是哪天真的彻底死透了，大家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安息看着又在发呆的千明，忍不住小声吐槽，这小祖宗肯定又在想当年的风光了。其实千明的来头大的能吓死人，他老妈是统领天界的玉皇大帝，老爸是坐镇地府的阎罗大王，这背景放眼全宇宙也是天花板级别。为了生下这个宝贝女儿，这两位顶级大佬足足等了几百年，所以千明一出生就成了全天下最受宠的小公主。不管是天上的灵药还是地下的宝藏，只要她想要，就没什么是拿不到的。这种神仙开局简直让人羡慕得牙痒痒。可谁能想到，老天爷偏偏给他开了个致命的玩笑，在这位小公主身上什么都不缺，唯独缺了一样最基本的东西，那就是健康。千明第一次死的时候，死因竟然是因为笑得太用力，这理由听起来像个笑话，但对他来说却是残酷的现实。因为继承了父母太强大的神力，他那脆弱的小身体根本扛不住，就像还没长大的小树苗，却被生生压上了一座大山。就这样，千明成了三途川的常客。每次他一断气，当阎罗王的老爸就要亲自跑一趟，强行把他的魂儿给捞回来。但这就像是在玩抛硬币的游戏，虽然每次都能侥幸活下来，可运气总有耗光的一天。而且老爸赶来的速度已经一年比一年慢了，活了200多年，千明早就把生死看淡了。他唯一担心的是，如果哪天自己真的回不来了，那两个视他如命的父母该怎么面对这种痛苦？千明甚至想过要不要离家出走，如果能离父母远一点，等离别的那天真的到来，他们或许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吧。可这破身体连呼吸都费劲，独立生活简直就是个笑话。河面上密密麻麻的船只打断了他的思绪，安息在一旁感叹，看来今天死掉的人还真不少，整条河都被送葬的船给占满了。千明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特别的身影，那是个满头银发的小女孩，看起来比自己还要小上许多。安息却在一旁小声提醒，公主，她看着明明和你差不多大呀。千明这才反应过来，因为这些年总是死死生生，清醒的时间加起来也没几天，身体早就停止了生长。虽然已经活了200岁，但在外人眼里，她永远只是个长不大的小丫头。安息在一旁随口说道，那小丫头按人类的年纪算，也就9岁左右。千明却盯着女孩的后背，发现那里竟然连着一根发光的命锁，这意味着她还没到该死的时候。守卫正不耐烦地催促着，既然还没死透，就赶紧抓着绳子回去，阳间的人可没资格在这儿逗留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小女孩竟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她低着头小声拒绝了，她说自己不想回去，反正回去了也很快会再死掉，那种感觉实在太痛苦了。看着这个同样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孩子，千明定在了原地。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和他承受着一样的绝望。守卫的耐心显然已经到了极限，他骂骂咧咧的把长矛往地上一扔，觉得这小丫头简直是个甩不掉的麻烦。既然好说歹说你不肯走，那我就在这儿再杀你一次，只要多打你几下，那根命锁迟早会自己断掉吧。千明简直不敢相信，这地府的差役竟然想草菅人命，这家伙怕不是疯了吧？他猛地站起身来，在安息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大步流星地冲了过去。你刚才说要对他做什么？千明这一嗓子直接把守卫给喊懵了，他上下打量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丫头，没好气地反问，你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？竟敢管地府的闲事？千明面不改色，直接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，他说自己是那位大人的女儿。守卫还没反应过来，千明紧接着又补了一句，我是你顶头上司的千金。眼前的守卫压根不买账，觉得这小姑娘是在信口开河。千明也是个硬脾气，当众揭穿这守卫根本不配当差事，这下
可把对方彻底惹毛了。守卫竟然直接动手，想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一点教训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回是真的踢到钢板了，一股恐怖的威压从背后袭来。阎罗轩低沉的声音响彻四周：“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动我的女儿？”守卫愣住了，眼前这位竟然就是阎罗大王，他吓得连话都说不全。阎罗轩冷冷地盯着他：“我早就下令让所有人记住我女儿，你竟然敢把我的话当耳边风！”守卫吓得直接瘫在地上，拼命解释自己只是个新人。可阎罗轩根本不吃这一套，连这种基础培训都能搞砸，看来地府的纪律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千明在一旁看着，原来这竟然是基础培训的内容吗？阎罗轩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，直接叫来江林处理这个烂摊子。江林面无表情地走上前，守卫还想报上名号求个情，可江林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感到了绝望。不仅是这个守卫，连他的上司也一个都跑不掉。千明在一旁看得明明白白，这家伙的职业生涯算是彻底到头了。刚才还威风凛凛的阎罗大王，一见到女儿就完全变了个人，他满心都是愧疚，恨不得把最好的补偿都给女儿，就因为觉得自己来的不够快。看着老爸又要开启煽情模式，千明心里也是一阵无奈。他最受不了别人因为自己难过，他赶紧安慰这个爱哭的大人，说自己有安息陪着，其实一点都没受委屈。正当阎罗轩打算带女儿回家时，千明却突然停下了脚步，他指着不远处的那个女孩，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要求，他要把自明也一起带走。阎罗轩显然有些意外，毕竟自明身上还连着命线，这意味着他还没到该走的时候。可看着女儿这么坚持，他还是陷入了沉思。在他看来，女儿一定是平时太孤单了，才会想找个同龄的小伙伴。千明听了这话一脸无奈，其实他心里另有打算，根本不是因为缺朋友。阎罗轩最终还是心软了，但他提出了一个死命令，在第一声鸡鸣响起之前，自明必须顺着命线回到阳间，否则就再也回不去了。自明被眼前的景象彻底震撼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上罗宫，到处都闪烁着神圣的光芒。千明拉着他一路小跑，迫不及待想分享自己的秘密基地。看着自明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千明笑着让他赶紧坐下。其实这座宏伟的宫殿是父母专门为他一个人建造的，就因为他从小身体就不好，虽然父母各自掌管着天界和地府，但为了陪在千明身边，他们干脆把这里当成了真正的家。这大概是三界最豪华的避风港了。自明突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细节，千明身后似乎一直连着什么东西，原来那是为了防止他突然晕倒特意准备的支撑架。这位看似尊贵的公主，其实每一步都走得并不轻松。话还没说完，千明就突然剧烈咳嗽起来。安息赶紧端来了止痛药，看着手里的药丸，千明心里满是无奈，这副虚弱的身体简直就是个累赘，在阴间当灵魂的时候反而没觉得这么痛苦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身为玉皇的在相修丽竟然不顾形象地冲了进来，他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焦急，一开口就是询问女儿的身体，生怕药吃晚了会让千明更难受。看着妈妈紧紧搂着自己，千明心里一阵酸涩。这位掌管天界的至尊，此刻只是个心疼女儿的母亲，他甚至想守到千明睡着再走。可千明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妈妈其实比自己还要疲惫，一定是刚处理完政务就赶过来了。为了不让妈妈太辛苦，他懂事的催促妈妈赶紧回去休息。千明小声提醒妈妈说他平时工作太忙了，宰相修丽却温柔地撒了个谎，说自己一点都不忙。其实千明心里很清楚，身为掌管天界的玉皇，妈妈要管的事情比爸爸还多。每次千明生病的时候，这对三界最有权势的夫妻就会变得手足无措，他们甚至求女儿去恨他们，好像千明受的这些苦全都是他们的错一样。可生病这种事又能怪谁呢？看着母亲满脸愧疚的样子，千明心里其实更难受。一旁的自明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，这种沉重又温暖的爱让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家人背后的故事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。宰相修丽终于注意到了旁边的自明，好奇地打听这个孩子是谁。千明为了接下来的谈话不被打扰，特意找个借口让自明先去门外守着。千明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，他竟然私自把自明从阴间带了回来，而且必须在天亮鸡鸣之前把自明送回阳间复活。宰相修丽听完直接定住了，这种事简直是闻所未闻。千明表面上说只是想找个玩伴，但其实他心里还藏着另一个原因。大多数掉进阴间的灵魂都会哭喊着求饶，想活命，可唯独自明不一样，他竟然亲口说自己不想再活了。看着自明落寞的背影，千明心里泛起了嘀咕，这个女孩到底经历过什么，才会对人间没有半点留恋？能陪公主玩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可这福气背后的压力也不小，毕竟那位小公主身体弱得像纸一样，稍微受点惊吓可能就没命了。就在大家哆哆嗦嗦交代禁忌时，宰相修丽突然出现在身后，刚才还叽叽喳喳的侍女们一下子吓得不敢出声。没想到这位高高在上的玉皇竟然温柔地摸了摸自明的头，他叮嘱自明一定要看护好千明，千万别让小公主累着了。安息领着自明走进内殿，这地方到处都透着精致，可自明却一点也放松不下来，整个人看起来呆呆的。等精致的茶点一摆好，千明公主就挥手让所有人退下，她想单独看看这个新玩伴。随着房门咔嗒一声关上，屋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自明坐在内动都不敢动，满脑子都是侍女刚才的警告，生怕自己喘气大一点就把这位病弱的公主给吹倒了。千明看着对面的自明，觉得她简直像只受惊的小兔子。
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气氛，千明拿出一个可爱的玉兔年糕，说是月亮上的兔子亲手做的。自明受宠若惊的接过来，咬下一口，那股清甜一下子在嘴里散开。看他吃的这么香，千明干脆把好吃的全推了过去。自明看着堆成小山的盘子，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哪有让公主看着自己吃的道理？可千明接下来的话却让人心疼。他说自己早就吃腻了这些，更何况因为生病的缘故，舌头早就尝不出任何味道了。再好吃的点心对他来说也像白水。听到这话，自明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鼓起勇气提议大家一起吃，毕竟一个人吃的是寂寞，两个人分享的才是美味。千明看着眼前这个认真的小姑娘，终于露出了真心的笑容。在这冰冷的深宫里，他好像终于找到了一个能陪他一起品尝苦乐的人。自明憋了半天，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心里的疑惑：那位被侍女们称为陛下的母亲，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玉皇？千明淡定地点了点头，这身份确实让普通人想都不敢想。既然身份都挑明了，自明更想知道玉皇和阎罗是怎么在一起的。千明笑了笑，开始讲述那段千年前的往事。那场婚礼简直让天界和地府都翻了天。刚结婚那阵子，两位大神确实过了一段甜蜜日子。可200年过去了，他们的肚子却迟迟没有动静。为了要个孩子，他们是变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。折腾了几百年，千明终于在万众期待中降生了。只是那场孕育过程极其艰难。自明听完忍不住感叹，公主真的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礼物。可千明听完却陷入了沉默。千明垂下眼帘，说出了那个扎心的事实：虽然父母如愿以偿生下了他，但他们却一点也不开心，因为这个唯一的女儿从小就一直徘徊在生死边缘，灵魂随时都会坠入冰冷的三途川。看着父母整天为自己担惊受怕，千明甚至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在自己出生之前，他们反而过得更轻松一些。这种成了累赘的感觉，让他根本抬不起头来。意识到气氛太沉重，千明赶紧收起情绪，向对方道歉。可自明却愣住了，他低声说，自己以前也经常这么想。听到这话，千明心里咯噔一下。他看着眼前的自明，他根本不需要动用什么业劲，就能感觉到这孩子以前到底过得有多苦。为了消消食，千明带着自明来到了后花园。这里简直像个世外桃源，到处都是罕见的灵兽和奇花异草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千明语气平淡的解释，因为自己身体不好，没法出门，父母才特意把外面的世界全都搬进了这个小小的院子里，这花园就是他全部的世界。自明被一只小白虎吸引了目光，在千明的鼓励下，他小心翼翼地伸手摸了摸小白虎，舒服地打起了呼噜。这一幕看起来既温馨又美好，可看着自明开心的样子，千明却突然沉默了。他盯着那双比自己还要娇小的手，心里一阵发酸。这么小的孩子本该在父母怀里撒娇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才让他这么早就丢了性命？千明决定动用天命之眼，这可是他压箱底的本事，能直接看穿一个人的寿命和秘密。在他的注视下，自明的背后浮现出一串数字，中间的9代表他现在的年纪，而最后的101则是上天原本赐予他的寿命。按理说，这孩子本该长命百岁，平平安安的活到老。可紧接着，千明看到的却是一片漆黑。自明的未来被无数恶灵缠绕，那些违背天理的东西正死死盯着这个年幼的灵魂。照这样下去，别说活到100岁了，这孩子恐怕连10岁的生日都等不到了。看着自明笑得这么灿烂，千明心里却一阵发堵。这么可爱的小姑娘，难道真的逃不过夭折的命运？虽然她是高高在上的公主，收拾几个恶灵不在话下，但天规森严，没有正当理由，神族绝不能私自干涉凡人的生死。她本来都想好了，等这孩子走后，托关系让他下辈子投个好人家，这已经是他能做的极限了。可看着自明天真的样子，千明实在是不甘心。他盯着那根若隐若现的生命线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：既然规矩不让直接动手，那如果他顺着这根线亲自下凡走一遭呢？顺着自明的生命线往回找，或许能发现帮他的契机。自明突然开口问千明，知不知道自己名字的含义？原来这名字的意思是泪水之花，是他母亲亲手取的。可一提到母亲，这孩子就难过的说不出话。千明知道再问下去也没用，只能拿出夜镜亲自去瞧瞧。镜子里的真相让人脊背发凉，他终于看清了自明的过去，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孩子死也不想回到人间。自明的母亲曾是首领的女儿，却在9年前那场战争里被皇帝强行占有了，而自明就是这场悲剧的产物。难怪这孩子的名字叫泪花。他虽然想念母亲，却宁愿永远离开那个人间，因为他不想让母亲再看他死第2次。这种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滋味，没人比千明更清楚了。看着怀里这个懂事到让人心疼的孩子，他更想帮自明彻底解脱。天快亮了，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自明根本不想离开这儿，哪怕多留1秒也好。他实在太厌恶那个充满痛苦的人间了。既然这孩子心意已决，千明干脆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交换，他决定替自明回到人间走完余生，而作为补偿，自明的名字将被写进仙籍，从此彻底脱离凡胎，留在仙界修行。更重要的是，只要他能在这里修成仙子，以后就能再次见到日思夜想的母亲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自明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虽然自明很心动，但他更担心千明的安危，毕竟凡间的那些苦难对神仙来说也是一种折磨。千明却让他放100个心，只要灵魂互换，他的真身就会在宫殿里沉睡，而灵魂则会借着自明的身体在凡间苏醒。
这不仅能让自明脱离苦海，对千明来说也是场难得的休假，他能暂时放下沉重的神力，像个普通人一样去体验生活。自明听完再也没有顾虑，忙不迭地答应了这桩买卖。千明也趁着最后的时间，给父母和安息留下了书信，只要身体还留在宫里，大家只会以为他是太累睡熟了，谁也不会发现这位尊贵的公主已经偷偷下凡了。既然要留在仙界修行，凡间的名字就不能再用了，因为旧名字连着过去的苦难和因果，如果不彻底切断，以后很难修成正果。自明虽然听得似懂非懂，但也知道这是要跟过去告别了。他想了很久，最后决定给自己取名叫校花。当初母亲给他取名是觉得这孩子命太苦，可后来母亲总说他笑起来最好看，一直后悔没给他换个好听的名字。现在他终于能圆了母亲的遗憾。千明非常喜欢这个名字，他亲手在仙籍上写下校花2个字，并以公主的身份向天地宣告，从这一刻起，这孩子正式脱离凡胎成了仙使。那个在泥潭里挣扎的自明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重获新生的校花。随着金光散去，入籍仪式总算完成了。校花只觉得浑身轻快，脑子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清醒。千明告诉他，这是因为他已经脱胎换骨，长出了凡人梦寐以求的仙骨，从现在起，他就是真正的仙界中人了。校花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发现身上那根连接凡间的线正在飞快地变淡，他吓得以为自己要没命了。其实这只是因为他不再是凡人，跟那个充满痛苦的人间已经彻底断了联系，从此2界再无瓜葛。既然校花已经安顿好，千明也该动身了。他必须趁着这最后的机会，立刻前往凡间。如果再耽搁下去，2界的大门一旦关闭，他就再也走不了了。临走前，千明还不忘叮嘱，让校花在仙界好好生活。他还特意留了个联系方式，只要在黎明时分对着净水祈祷，千明就能听到他的声音。要是以后谁敢在背后欺负他，尽管大声告状，千明一定会回来替他撑腰。有了这份承诺，校花在仙界总算有了依靠。他由衷的感谢这位救命恩人。虽然自己以前的人生满是苦难，但他希望公主借用这副身体后，能替他过上真正快乐的日子。千明笑着答应了，随后他挥了挥手，正式开启了这场互换身份的凡间之旅。看着千明远去的背影，校花在身后大声呼喊，这一别，2人就真的是天各一方了。他最后还有一个心愿，想请公主帮他带个话，告诉他那个还在凡间的母亲，女儿没能陪在身边，真的很对不起。随着意识一阵恍惚，千明已经躺在了凡间的木床上，他轻声回应着那个遥远的请求，一定会把话带到。随着清晨的第一声鸡鸣，千明猛地坐了起来，看着眼前这完全陌生的房间，他意识到重生计划真的成功了。既然占了校花的身体，就要先把她的烂摊子处理掉。虽然这双眼睛没变，但好在没人见过这位公主的真面目，暂时还露不了馅。还没等他弄清楚自己在哪，门外传来的闲言碎语就让他心里一凉。仆人们竟然在私下议论，说明天一到，他就要死在世子的手里了。侍女就急匆匆地闯了进来，今天是她的大婚之日，她要嫁给那位传闻中的云国世子，一个被所有人诅咒的怪物。云国皇室早就想除掉那个怪物世子了，但他们缺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，于是他们盯上了校花，这个有着异族血统却身份尊贵的11公主。这场联姻从一开始就是个死局，只要世子发疯杀了公主，皇室就能以谋杀皇亲的罪名处死他，简直是一石二鸟的毒计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婚礼还没开始，校花就先死在了恶毒的咒术下。看来除了皇室，还有人在暗处盯着这个9岁的小女孩。千明决定先顺利完成婚礼，再揪出害死校花的幕后真凶。他要替校花报仇，也要用这副健康的身体好好活下去。几个侍女一边帮他换衣服，一边阴阳怪气的嘲笑，说他穿的比宫女还破，连个像样的嫁妆都没有，简直是名存实亡的落魄公主。看着这些人的嘴脸，千明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他们显然知道这场婚礼背后的阴谋，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欺负一个孩子。这种明目张胆的恶意，反而让千明觉得挺有意思。比起那些藏在暗处的冷箭，这种写在脸上的愚蠢，对他来说简直太新鲜了。以前他可是被捧在手心里伺候的，哪受过这种窝囊气？这群侍女居然拎出一件破烂衣服，非说这就是大婚要穿的礼服。不仅衣服又旧又破，他们还当着面把值钱的首饰全顺走了，美其名曰是帮他省钱，实际上就是看他好欺负。动作粗鲁的像是在捆麻袋，腰带勒得死死的，完全不管他还是个9岁的孩子。在这些侍女眼里，这场婚礼就是个笑话，而他这个新娘不过是个活不了多久的倒霉蛋。没礼貌也就算了，但他绝不容忍身体受罪。千明猛地甩开那些粗鲁的手，直接让这群人滚远点。侍女们还没反应过来，还想拿时间不够当借口继续纠缠，可千明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冷冷地宣布要自己完成剩下的准备。这种不容置疑的威严，吓得这群欺软怕硬的家伙连连后退。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一个9岁的孩子竟然会有这么可怕的气场，连神仙都要忌惮3分的眼神，凡夫俗子哪能扛得住？就算换了这副人类的躯壳，千明那看透天命的威压可一点没减。刚才还想动手动脚的侍女，这会儿被吓得魂飞魄散。千明冷冷地吐出一个滚字，直接把他们最后的胆量给震碎了。这群人连滚带爬的逃出房间，一边道歉一边还在纳闷，明明是个没权没势的受气包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吓人？他们哪里知道，这具身体里住着的可是千明，那是继承了玉皇大帝神力的审判者，专门收拾这种欺软怕硬的货色。这群侍女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还在那儿嘲笑他是个没用的小鬼，他们甚至觉得明天的婚礼就是场笑话，正等着看这位混血公主怎么送死。
千明看着他们，就像在看一群自寻死路的傻瓜。他体内的神力根本不需要刻意发动，只要有人敢对他动歪心思，因果报应马上就会找上门。话音刚落，报应就来了。刚才还嚣张跋扈的侍女，莫名其妙就摔了个狗吃屎，连那个看热闹的都突然肚子疼得要命。这就是所谓的现世报，在继承了神力的千明面前，任何恶意都会变成自食其果。这群凡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招惹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。千明正跟这身衣服较劲，这带子系得也太紧了，看来待会的找安西帮忙。一个喷嚏打完，他下意识看了看手心，竟然一点血迹都没有，连一直折磨他的头疼也消失了。这就是身体健康的滋味吗？每走一步都觉得神清气爽，以前稍微动一下就头晕恶心，吃再多药也无济于事，但这具身体却出奇的好。千明兴奋的直接在地上打滚，这种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，简直像赢了全世界一样爽。正撒欢呢，头顶突然冒出来一个人影，这下尴尬了。安西整个人都看傻了，眼前这个活蹦乱跳的女孩，真的是那位弱不禁风的公主吗？千明赶紧拍拍裙子坐好，强装镇定的打了个招呼，试图挽回刚才丢掉的形象。安西甚至怀疑自己认错了人，这哪里还是那个命悬一线的病人，简直像换了个灵魂一样。千明还在这装无辜，问安西到底出了什么事。安西气得直接跳了起来，这问题可大了去了，堂堂公主竟然离家出走，还留下一张这么随意的纸条，甚至换上了这身粗布麻衣。安西感觉天都要塌了，要是被上面的人发现，安西这颗脑袋肯定保不住。千明却只关心一件事，那就是现在还没人知道，只要消息还没传开，计划就能继续进行。千明先给安西道了个谢，说自己一个人下凡其实挺害怕。安西一听这话，立刻心软了，嚷嚷着要带公主回天上。千明可没打算真的回去，他更关心信里交代的那个东西。安西虽然还在闹情绪，但办事效率确实没得说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八宝铃，是千明200岁生日时的礼物，专门用来解决他体力不支的问题。既然要在这生活，他可不想让自己受半点委屈。随着第3颗铃铛响起，一道传送门凭空出现，只要把铃铛的碎片放在目的地，两地之间就能瞬间连通，这下出门可就方便多了。这第3颗铃铛连接着宫殿宝库，千明正费劲的从传送门里往外拽东西。那件朱雀符石再太沉了，他这小身板根本搬不动，还得靠安西过来搭把手。安西觉得很奇怪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？千明没多解释，只说自己自有打算。他现在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任由安西帮他重新梳洗。除了华丽的礼服，发型和配饰也得全部安排上，从发带到花冠，每一样都要从宝库里精挑细选。既然要出场，那就必须做到最完美。等一切收拾妥当，千明简直像变了个人，这一身红装衬得他格外耀眼。安西忍不住感叹，这活脱脱就是一个漂亮的小新娘。千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计划的下一步就要开始了。千明已经准备就绪，安西虽然觉得公主原本的样子更美，但眼下这身红装也足够惊艳。两人穿过长长的走廊，千明走得非常果断，安西还没搞清楚状况，随口问了一句要去哪，千明头也不回地吐出3个字：大礼堂。而且今天要成亲的对象竟然是他和那位人类世子。安西整个人都听傻了，反应过来后差点圆地跳起来。离家出走也就算了，现在竟然还要跟凡人成亲，这要是让天上的神仙们知道，那位世子的命恐怕保不住了。看着安西急得团团转，千明倒是显得很淡定，他让安西把心放回肚子里，自己可没打算真的嫁给那个人。这场突如其来的婚礼显然只是他计划中的一步，千明心里早就盘算好了一切。当他穿着那身红装出现在现场，人群里立刻炸开了锅，大家都在小声嘀咕，盯着他那件华丽的过分的婚服，甚至有人觉得这肯定是平朝带回来的宝贝。看来他在外面过得还挺滋润，毕竟公主就是公主，这一出场确实把所有人都镇住了。但这婚礼办得也太寒酸了，桌上摆的东西简简单单，甚至连普通人家的婚礼都比不上，很多繁琐的礼节全被省掉了，直接就进入了最后喝交杯酒的环节。现场连个像样的长辈都没有，全是些凑热闹的工人和官员，国王和王后更是连面都没露，显然根本没把这场婚事放在眼里。就在这一片嘈杂声中，人群里的千明突然定住了，终于露面了。这个在人群中默默观察的女人，正是校花的亲生母亲薛登华。传闻薛登华曾是倾国倾城的美人，连皇帝都为她入迷，可现在她身边全是守卫，婚礼一结束就会被立刻带走。为了照顾被当成货物卖掉的女儿，她才冒死跟着使团来到这里。母女俩在路上逃跑了好几次，结果全失败了，一进宫就被关了起来。看着薛登华受苦，千明心里全是愧疚，现在到处都是眼线，只能等典礼结束再想办法见面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突然传出一阵骚动，世子终于露面了，可这垂帘挡得也太严实了，根本看不清他的长相，这种神秘感反而让人心里发毛。现场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，周围人的反应太奇怪了，那不是在看皇室成员，更像是见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眼神里全是恐惧和嫌弃。千明完全搞不懂，对方明明只是个11岁的孩子，至于被吓成这样吗？这时安西的声音在脑海里响起，他提醒千明要多加小心，这个小世子身上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邪气。婚礼仪式正式开始了，千明盯着眼前的世子，心里还在不停的盘算，既然安西确认他不是妖怪，那这种让人脊背发凉的危险感到底是从哪来的？
接下来的合景理财是重头戏，这可不是普通的交杯酒，在他们的古老法则里，只要喝下这杯酒，两人的灵魂就会被彻底锁在一起，无论生死都再也分不开了。安西在一旁急得不行，他小声问千明：“真的打算喝下去吗？”千明没有回答，也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千明这边已经喝完了，压力现在全给到了世子这边。侍从在旁边催个不停，非要让他把这杯酒喝下去不可。千明一眼就看出了问题，世子的手抖得厉害，看来他也知道这杯酒意味着什么。最后他还是妥协了，仰头把酒喝了个精光。随着司仪的一声高喊，这场荒唐的婚礼总算是礼成了。天色很快暗了下来，千明被送进了冷清的新房里。说是新婚之夜，其实跟坐牢没什么区别。他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正发愁上哪弄点吃的。安西就急匆匆地闯了进来。安西一见面就开始埋怨，说好的有计划呢，怎么还是把那杯交杯酒给喝了？这下可好，两人的命数彻底绑在了一起。要是世子以后动了别的心思，那报应可全都要算在千明头上。看着安西急得团团转，千明却表现得非常淡定。他慢悠悠地回了一句：“其实那杯酒他根本就没喝下去。”安西整个人都听傻了，明明亲眼看见酒杯空了，这酒到底去哪了？千明露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，看来这场戏远比安西想象的要精彩得多。原来这件朱雀礼服大有文章，它是用凤凰羽毛织成的，只要碰到液体就会立刻蒸发。千明就是利用这一点，假装喝酒，其实全倒在了袖子上。安西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，只要没喝下那杯酒，契约就不算真正达成。不过千明很快发现不对劲，仪式一结束，安西就没影了，到底是去干什么了？安西压低声音说，他在婚礼现场发现了脏东西，就在那群负责奏乐的乐师里，竟然藏着一只千年狐妖。这种被称为美鬼的怪物，跟那种积德行善的仙狐完全不同，他们修行千年却不走正道，是专门靠邪术害人的恶魔。千明简直不敢相信，皇宫这种地方竟然藏着怪物。安西非常肯定地点了点头，那东西就混在乐师中间，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了人类的生活。千明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如果这只狐妖潜伏了很久，那他肯定掌握了不少皇室的秘密，绝对不能让他继续待在暗处。他当机立断，让安西现在就去把狐妖抓回来。安西虽然有点猛，但还是接过了千明给的神器巴铃铛，准备立刻动身。安西其实放心不下千明，毕竟这宫里到处都是想害他的人，连那个世子也透着古怪。但千明心里很清楚，一旦到了明天，狐妖察觉到他还活着，肯定会跑。今晚就是动手的唯一机会。他催促安西赶紧出发。至于这深宫里的明枪暗箭，他打算一个人先扛下来。看着安西担心的样子，千明笑着亮出了手里的底牌。原来他早就留了后手，他手里紧紧攥着的正是那个能保命的法器。只要有这个东西在，不管是狐妖还是心怀鬼胎的世子，都没法轻易伤到他分毫。别看这只是个不起眼的草人，他可是东海龙王之子亲手制作的神物，能替主人挡下所有的诅咒和致命攻击。有了这件保命符，千明让安西赶紧先去办正事。虽然心里还是放心不下，安西也只能先变回原形离开。偌大的新房里只剩下一床被子，看来那些人根本没指望这对年幼的新人能发生什么。毕竟在他们眼里，今晚的新娘注定是个死人，根本没必要准备多余的东西。要是换成原本那个可怜的孩子，现在恐怕只能在这空荡荡的新房里绝望地等待死亡降临。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真是把人心看得太简单了。千明心里很清楚，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是生死局。就在这时，那个传闻中的世子终于现身了。可奇怪的是，明明周围到处都点起火把，他身边却像是有团化不开的浓雾，连光线都被彻底吞噬。这种压抑的气息绝对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直到停在了房门前。今晚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随着那个男人的靠近，周围的灯火竟然接连熄灭。这种黑暗根本不正常，就像是有生命一样在不断蔓延。原来白天的平静全是假象，只有当夜幕降临，这种潜伏在深处的诡异力量才会露出它最狰狞的真面目。千明一眼就认出了这种现象，可按理说现在绝不该出现这种情况才对。门外低沉的声音响起，世子正在确认新娘的位置。千明盯着门上那个巨大的黑影，心里很清楚，该来的终究还是躲不掉。他赶紧调整语气回应，毕竟名义上两人已经是夫妻了。可对方接下来的问题却直接撕开了皇室最残酷的真相。他问千明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选入宫。千明当然知道，他不过是送给怪物的祭品。可就在这时，世子竟然说他并不想伤害他。看着他那副极力克制的样子，这个被所有人恐惧的男人竟然在卑微的请求他不要害怕。世子在门外提前打了个招呼，说他一进来灯就会全灭。虽然这场面看着挺邪门，但只要千明心里不害怕，这团黑气就拿他没办法。因为这诡异的黑暗全靠吸食人的恐惧来壮大。世子语气里透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，反复叮嘱千明千万要稳住，因为一旦他开始害怕，这股力量就会彻底失控，哪怕他主观上不想伤人，最后也根本停不下来。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，千明终于确定了之前的猜想，这种怪物般的力量竟然真的能寄生在人类身上，这简直比他的经历还要离谱。看着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世子，千明心里突然有些不是滋味。背负着这种诅咒活到现在，他到底吃了多少苦？他缓缓伸出手，第一次轻声唤了他一句世子殿下。世子推门而入的那一刻，屋里的灯火竟然真的全灭了，整个房间一下子陷入了死寂。这种压迫感
确实不是开玩笑的，这就是传闻中世子的黑暗吗？虽然千明心里并不觉得害怕，但那种不自然的恐怖感还是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。如果是普通人待在这里，恐怕真的会被这种窒息感给逼疯。可千明偏不信这个邪，他在黑暗中冷静地摸索着，很快就锁定了世子的位置。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，千明已经直接上手，一把捧住了他的脸。世子被吓得连连后退，他拼命警告千明离远一点，说现在的他非常危险。可千明根本没打算听他的，反而一步跨到了他跟前，大声宣布自己一点都不害怕。既然恐惧会让黑暗变强，那现在最该克服恐惧的人其实是世子自己。看着被黑气笼罩的男人，千明心里很清楚，只要能让他彻底冷静下来，这些诡异的东西自然就会消失。他拉着世子坐了下来，打算用小时候爸爸哄他的办法来安抚这个受惊的男人。千明轻轻抱住他，像哄小孩一样拍着他的背，嘴里还念叨着让可怕的东西全走开。这招虽然看着有点幼稚，但对现在的世子来说，或许真的是唯一的救赎。千明让世子闭上眼睛，跟着他一起念咒语，把那些可怕的东西全赶走。随着3声倒数结束，他突然蹦出来玩了个躲猫猫。原本一直紧绷着的世子竟然一下子没憋住，直接笑出了声。千明这下总算放心了，因为他终于笑了。就在这一刻，屋里的灯火竟然奇迹般的全亮了，那些诡异的黑气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满屋的暖光。原来只要心情变好了，所谓的诅咒根本就不值一提。看着世子开怀大笑的样子，谁能想到他竟然也有这么阳光的一面？世子这难得的笑容让千明直接看入了神，明明还是个少年，这长相却精致的像一幅水墨画。被盯着看了这么久，他有些不自在的开口问是不是自己脸上有什么东西。千明这才猛地回过神，慌忙起身掩饰自己的失态。看到他这么局促，世子赶紧招呼他进屋坐，别总在门口站着。两人之间的气氛总算变得自然了一些。可等真的进了屋，千明却发现他有点奇怪，明明是自己的地盘，他为什么要一个人缩在角落里？世子缩在角落里不敢靠近，生怕自己会吓到千明。千明倒是一脸淡定，直接招手让他坐到身边来。这世子未免也太见外了。那些诡异的黑气暂时消失，千明这根紧绷的弦总算松了下来，现在只想赶紧把这身重担卸掉，好好睡上一觉。他理所当然的开口，让世子帮自己脱掉婚服。这话可把这位世子吓得够呛，在那支支吾吾的讲什么男女有别，千明却觉得既然都成亲了，互相帮忙也是应该的。就在世子小心翼翼动手的时候，他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心里的疑惑：普通人见到那种黑暗早就跑了，为什么他不仅不害怕，甚至还表现得这么冷静？难道他早就看穿了这股力量的真面目？看着这位一脸迷茫的世子，千明简直不敢相信，他竟然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吗？这位大韩帝国的继承人其实是历史上第一个化为人形的隐鬼。这种存在既不是活着的妖怪，也不是满怀怨念的鬼魂，它是星辰缝隙中溢出的黑暗，从天而降落入凡间。隐鬼本身并没有固定的形态，落在树上就会变成树，落在兔子身上就会变成兔子，甚至能化作深海里的巨鲸。无论它们幻化成什么样子，都有4个绝对无法改变的特征。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第一点，就是它们会熄灭周围所有的光。隐鬼的第2点特征，就是能散发出让人窒息的恐惧，而且谁要是害怕了，这种恐惧就会变成他们的养料，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庞大。白天他们能完美隐藏在人群里，可只要太阳一落山，他们就能靠着夜色恢复全部力量，根本不需要通过捕食来生存。哪怕他们只是静静待在那，普通人只要碰到那团黑气，轻则发疯，重则没命，就连神仙见了他们都得退避三舍。千明从小就被长辈告诫，隐鬼是比妖怪更难缠的存在，即便身为神明，不会被恐惧吞噬，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千明此时才意识到，如果连小动物化成的隐鬼都这么棘手，那眼前这个拥有人类形态的世子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灾难。他体内的力量一旦失控，后果根本没人能承担得起。千明心里直犯嘀咕，按理说人类灵魂这么强，根本不可能变成隐鬼，但这种天机可不能随便乱说。他决定随便编个理由糊弄过去。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说自己也不清楚那团黑气是什么。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，说看到世子这么担心会伤到自己，就觉得他和他体内的黑暗其实一点都不可怕。世子显然没料到会听到这种回答，仅仅因为这点小事，这个才见面1天的姑娘就愿意交付信任。他忍不住感叹，眼前的这位新娘子胆子是真的大。看着世子那发自内心的笑容，千明整个人都定住了，这杀伤力也太强了。刚才还是一副阴沉的样子，现在笑起来简直让人招架不住。千明心里其实挺虚的，毕竟撒谎说自己百毒不侵，良心上确实有点过不去。但看着眼前这个失控的世子，他知道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。既然你一个人控制不住这股力量，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一起练习怎么掌控它。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你不再害怕自己为止。世子整个人都定住了，因为隐鬼这种东西最怕的就是自己的黑暗，他们会因为恐惧而不断膨胀，最后被自己内心的阴影彻底吞噬。这种力量会不断透支身体，让人陷入一种无法逃脱的死循环，就像千明曾经经历过的那样。但他告诉世子，今晚他已经迈出了打破循环的第一步。千明语气坚定，他说人类拥有控制情绪的意志，而且还有自己在背后撑腰，只要有这份决心，世子一定能战胜体内的黑暗。世子正感动的不行，结果一阵响亮的咕噜声直接把这感人的气氛给震碎了。两人大眼瞪小眼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
世子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娘子，你是饿了吗？”千明这才想起来，为了这场折腾人的大婚，他已经整整1天没吃过饭了。他委屈地嘟囔着，自己还得吃饱了长身体呢。世子听完眉头一皱，按理说新房里早就该备好饭菜，到底是谁这么大胆，竟然敢让他的新娘子饿肚子？世子在屋里转了一圈，竟然从角落里端出一大桌饭菜。千明整个人都看傻了，原来吃的就在屋里，只是被藏在了不起眼的地方。他刚才还悲观的以为是因为自己快要没命了，所以宫里连顿饱饭都不给吃。看着这一桌子丰盛的菜肴，千明感叹，这跟他在天界吃的120道菜比起来，简直太寒酸了。可当香味钻进鼻子里的时候，他才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吃什么东西都会觉得这么香。世子发现饭菜已经放凉了，正打算让人换一桌热的过来，千明哪还等得急，直接拿起勺子就开始大口干饭。这味道简直绝了，谁能想到这普普通通的人间烟火气，竟然能让他这么满足？千明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香的米饭，那种淡淡的甜味和口感，简直让他怀疑人生。原来最普通的白米饭竟然能好吃到这种程度。世子在旁边贴心的给他夹菜，让他也尝尝别的。看着碗里的肉，千明心里有点打鼓。以前在天界的时候，他一碰肉就觉得反胃，根本连咽都咽不下去。他试探着咬了一口，结果好吃到整个人都要化了。这种味道跟记忆里完全不一样。看着他埋头大吃的样子，世子忍不住夸了一句：“真可爱。”千明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，下凡这个决定真是做对了。人间这热腾腾的烟火气才是他最想要的宝贝。世子把好吃的全堆在面前，生怕这位大小姐吃不饱，还一个劲的劝她多吃点水果。可千明这会儿已经困得不行，还没吃上2口，就开始点头哈腰的打瞌睡。看来这一趟真是把他累坏了。世子没说话，直接把人抱回了房间。看着他睡得这么沉，世子就这么守在旁边，这眼神里藏着的意思，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清楚。10天前的一场联姻，彻底打乱了世子的生活。父王竟然答应了大臣们的要求，要把他推向那个火坑。在他眼里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婚约，而是父王亲手签下的死刑判决书。他觉得自己死不足惜，可那个无辜的女孩凭什么陪葬？既然退婚已经不可能了，如果不按规矩办，那些人肯定会对他名义上的妻子下毒手。既然横竖都是个死，他决定在临死前先拉那个无辜的女孩一把。世子缓缓打开了盒子，拿出了那把短刀。世子原本打算就在今天彻底结束自己的生命，那把短刀本来是为他自己准备的。这2年他一直活在死寂的黑暗里，连一点火星都看不见，他甚至已经忘了有光的夜晚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女孩竟然会闯进他的世界，还说要陪他一起面对黑暗，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救赎。看着熟睡的千明，世子收起了所有的冰冷，轻声说了句谢谢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。在一声声催促中，千明终于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他猛地坐起来，脑子里全是问号。昨天不是还在吃饭吗？怎么一觉醒来就躺在床上了？难道自己真的困到连怎么回房的都记不得了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办完差事的安西就飞了回来，催着他赶紧出去看看。可他刚准备掀开被子下床，整个人就定住了。世子竟然就这么蜷缩在床边，连个毯子都没盖，在冰冷的地板上睡了一整夜。借着亮起的晨光，千明这才发现，这个男人安静睡着的样子，竟然比平时还要顺眼。怕他受凉，千明轻手轻脚的帮他盖好被子，这才放心的推门出去。安西早就带着那个叫玫瑰的小家伙在院子里等候多时了，可谁能想到这小妖怪的鼻子灵得吓人。他在千明身边闻了又闻，整只狐狸都愣住了。这股只有仙界才有的仙桃味根本藏不住。他终于意识到，眼前这个看似平凡的少女到底是什么惊人的来头。这小妖怪真是活腻了，竟然当着安西的面说千明看起来很好吃。安西哪受得了这种气，直接把他按在地上好一顿收拾。千明在一旁看得直摇头，传说中活了1000年的玫瑰怎么会是这么个不靠谱的货色？闹也闹够了。千明赶紧拦住安西，想问问这小家伙潜入皇宫到底有什么阴谋，毕竟1000年老妖绝不会无缘无故冒这种险。可谁能想到，玫瑰憋了半天，竟然冒出一句他是来勾引男人的。这话一出，千明和安西直接听傻了。他还越说越起劲，从朝廷重臣到年轻书生，甚至连守门的侍卫他都看上了，满脑子全是那些长得帅的男人。千明听得一脸无奈，忍不住问了最关键的一句：“你费这么大劲勾引他们，该不会是为了把他们吃掉吧？”玫瑰居然厚着脸皮说，他是想用那种大人的方式吃掉男人。听得千明和安西一脸嫌弃。千明故意板起脸吓唬他，说潜伏在人间的妖怪，按理说都该立刻除掉。吓得这小家伙赶紧求饶，说自己现在早就从良不害人。千明一下就听出了破绽，这么说，你以前确实没少干坏事哥。为了保住小命，玫瑰只能乖乖配合。他交代自己进宫已经5年了，当初是听他姐姐说这皇宫里到处都是美男子，他才费尽心思弄了个假身份混进来。千明没心思听他那些花痴事，直接问出了最想知道的秘密：你既然在宫里待了这么久，那世子的真实身份你一定很清楚吧？玫瑰的语气突然变得认真起来，他说自己当然知道，2年前世子变成银鬼的那天，他就在现场亲眼看着。千明整个人都定住了，那个改变了世子一生的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天正好是皇后的生辰大宴，宫里到处都在载歌载舞，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噩梦的开始。年幼的世子趁着热闹偷偷溜出了宴会大厅，他当时只是想去采些花，亲手给母亲编一个花环。玫瑰记得很清楚，他离开的时候还是个
活生生的人类孩子。可当他独自走进那片漆黑的树林后，事情就在那一刻变了质。等他再次从黑暗中走出来，那个纯真可爱的少年已经变成了一个让人胆寒的怪物。千明清楚他变异的瞬间，可得到的回答却是根本没人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变掉的。就在他拿着花走向皇后的那一刻，整个大殿的灯火一下子全灭了，黑暗中只剩下凄厉的惨叫，在场的人不是疯了就是重伤。虽然最后保住了性命，但皇后陷入了无尽的昏迷，国王也彻底丧失了理智。这一天成了宫里谁都不敢提的禁忌。曾经备受宠爱的世子，如今却成了不祥的代名词，连他的封号也变成了让人脊背发凉的黑日大军。一夜之间，他从未来的国君变成了全城的活靶子。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，但那些想扶持新人的势力正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随时准备找个借口把他彻底除掉。看着他孤立无援的样子，千明觉得两人的命一样苦。既然现在成了他的世子妃，又换了这副健康的身体，那就干脆帮他打个漂亮的翻身仗。他叫住身边的玫瑰，想打听2年前那场意外的细节。可这小家伙当时光顾着逃命，根本没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看来只能换个思路了。千明让他去查查这2年还有谁被害过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深宫里到底还有谁是真心想让世子活下去的？毕竟那些躲在暗处的对手已经盯上了千明这副身体，他们打算在婚礼前杀人灭口，再把这盆脏水结结实实的扣在世子头上。看来内鬼就藏在世子身边。千明决定先找出那个人，再动用天命之眼看个究竟。他把调查的任务交给了玫瑰，让他去查查世子的盟友，还有那些被世子伤过的人。这小狐狸居然开口就要2个月，千明可没那个耐心，直接把时间砍到了2周。旁边的安息更狠，直接放狠话，要是敢迟到或者泄密，就当场把他给解决掉。吓得玫瑰赶紧拉上亲兄弟帮忙，一溜烟就跑没影了。毕竟留给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千明决定先回新房。安息顺口问起他接下来的打算，其实千明心里早就想清楚了，必须先帮世子恢复地位，毕竟2人的命运早就绑在了一起。世子站得稳，他这个世子妃才能有话语权。安息有些想不通，觉得千明这是在多管闲事，没必要为了一个普通人类去冒险。但当他们推开门，看到躺在床上熟睡的世子时，千明却有些心软了。这个才11岁的孩子，刚刚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，现在肯定累坏了。千明不打算打扰他，准备自己先去洗漱，毕竟待会儿还要去给长辈请安，可不能失了礼数。门外的随从们推推搡搡，谁都不敢第一个进屋，毕竟在他们眼里，这间新房现在就是个停尸间。可还没等他们做足心理准备，千明就直接推门走了出来。看着他们手里拿的草席和水盆，千明心里冷笑一声，这阵仗哪是来伺候人的，分明是准备好来收尸的。看来背后那些人早就断定他活不过昨晚。不过人群里的金书香反应倒是有些特别，他不仅没被吓跑，反而像是松了一口气。千明认出他就是昨天那个哭鼻子的宫女，看来这宫里也不全是想要他命的人。千明没打算当场发难，反而主动给这群人递了个台阶，问他们是不是来帮自己准备请安的。金书香反应也快，赶紧带着众人跪下认错。千明心里很清楚，这场婚礼从头到尾就是个巨大的阴谋，但现在还没到撕破脸的时候，现在必须拿出世子妃的架势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这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婚礼。他交代安息帮自己收拾妥当，直接告诉那些下人可以出发了。至于还在熟睡的世子，谁也别想去打扰他。带头的太监下意识喊了一声小姐，这称呼一出口，千明立刻抓住了话柄。他冷冷地反问，难道这宫里的规矩就是管世子妃叫小姐吗？这一句话直接让在场的人都定住了。关键时刻还是金书香反应最快，他赶紧改口称呼世子妃，还主动提出去准备轿子。千明看着这个有眼力见的宫女，觉得她确实比别人聪明。千明开口问了她的名字，金书香恭敬地报上家门。看来在这深宫里，想要站稳脚跟，身边确实需要一个像他这样守规矩又懂事的人。千明顺口打听起寝宫的管事，得知还没定下人选，他干脆直接开口要人，让金书香来当这个领头人。这突如其来的提拔，让对方赶紧跪下谢恩。说白了，想要在这深宫里护住世子和自己，就必须先培养信得过的班底，只有把这些手脚都安插好，他接下来的路才好走。一切安排妥当后，金书香领着千明去请安。可奇怪的是，轿子并没有往皇上的寝宫走，反而停在了皇后宫门前。原来皇后已经昏迷了很久，而皇上因为用情至深，这段时间一直守在病榻前，几乎是寸步不离。看来这宫里的局势比千明预想的还要复杂。踏进大殿的那一刻，千明心里其实一直在打鼓，他很想亲眼看看这云国的最高掌权者到底是一对什么样的夫妻。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愣住了。那位传闻中深情的国王正一动不动地守在病榻前，整个大殿安静的有些诡异，仿佛这里并不是什么寝宫，而是一座华丽的坟墓。还没等千明开口行礼，周围的气氛就彻底变了味，那种让人透不过气的压迫感瞬间笼罩了整个房间。国王甚至连头都没有回，只是冷冰冰地丢出一句话。他问是谁给的胆子，允许他擅自闯进这里。皇帝的声音听起来断断续续的，显然是在极力压抑着什么，甚至连下逐客令都显得力不从心。普通人要是被这种邪物缠上，恐怕早就彻底疯了。他竟然还能维持清醒，这意志力确实有点吓人。不过现在没时间感叹了，想要保住世子的位子，就必须先让昏迷的皇后醒过来，而这正是千明最擅长的事。他决定不再绕圈子，直接对着皇帝摊牌。皇后娘娘之所以一直醒不来，是不是因为世子身上的黑暗？这句话
显然戳到了对方的死穴。他猛地定住，语气里满是不可置信。这种禁忌的话题，他早就下令不准任何人再提。旁边的金书香吓坏了，拼命想拉着千明赶紧逃命，可千明却表现得异常冷静。他再次盯着皇帝，重申，只要是因为那个原因，他就有办法让皇后醒过来。听到这话，皇帝整个人彻底失控了，无数名医都束手无策的是，这个小女孩凭什么敢说这种大话？他愤怒地推开阻拦的人，场面一下子变得无法收场。千明亮出了最后的底牌，他声称自己拥有血族的力量，足以唤醒昏迷的皇后。刚才还火冒三丈的皇帝一下子定在了原地。血族一直是个神秘的存在，传闻他们拥有某种威胁皇权的能力，所以才会被帝国彻底铲除。千明很清楚，这个真假参半的借口是最好的掩护。皇帝显然开始动摇了，他急切地追问这种力量的真相，甚至顾不上刚才的愤怒，只要能救回皇后，他愿意抓住任何一根稻草。千明顺势提到了自己的母亲，虽然他年纪还小，但母亲曾经确实唤醒过沉睡的人。这番话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皇帝彻底没话说了，他竟然连自己亲手安排的住处都忘了。千明一眼就看出来，这位皇帝现在的精神状态非常糟糕。为了能顺利把母亲接过来，他主动提出要亲自跑一趟。虽然救人并不一定非要母亲出面，但这是目前唯一的稳妥办法。皇帝急不可耐地召见了承旨，甚至连诏书都懒得亲笔写，只是机械地盖下大印。这种状态简直让人后脊发凉。这意味着大臣们写了什么，他可能连看都没看一眼。如果有人想在诏书里动点手脚，现在的他根本就察觉不到。千明开始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，皇帝疯癫，皇后昏迷，世子被排挤，这整整2年的混乱局面背后，一定有人在坐收渔利。如果世子真的被处决，换成另一个听话的继承人，那背后操纵一切的人，权力只会变得更加稳固。拿到了出宫的诏书，除了刺客和世子的那些盟友，千明觉得背后肯定还有人在盯着他，必须得把这股势力也揪出来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就在他们准备前往宾馆的时候，房顶上已经出现了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，看来这一趟注定不会太平。另一边，世子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，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。他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妻子，可当他看清周围的情况时，整个人却突然定住了。旁边的宫女吓得够呛，世子急切地追问人在哪，生怕一睁眼人就不见了。听说妻子只是去请安了，他这才稍微冷静了一点。原来他还活着，自己并没有亲手杀掉他。这种失而复得的庆幸，让他整个人都定住了。他责怪宫女为什么不早点叫醒自己，得到的回答却是妻子的体贴，说是看他最近太累了，才特意叮嘱不要打扰。看着宫女们匆忙退下的背影，世子独自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阳光照进来的时候，他才敢相信，这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早晨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他一直活在恐惧里，生怕自己失控会伤到别人，所以他从来不敢睡得太死。可昨晚因为有夫人在身边，他竟然破天荒地睡了个安稳觉，连一个噩梦都没有做。这种久违的平静让他有些恍惚，但他心里很清楚，留在他身边只会让夫人更危险。如果保护不了，还要强行留住，那不过是自私的占有欲罢了。既然当初是他救了想死的自己，那现在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他也一定要把他救回来。世子立刻喊来贴身内官，开始着手安排接下来的事。与此同时，千明已经坐上了出宫的轿子。他原本还担心皇帝会不配合，毕竟他现在的精神状态太不稳定，没想到事情办得比预想中还要顺利，这让他总算能暂时松一口气了。手里紧紧攥着这份圣旨，千明心里总算有了点底。要是没有这东西，他恐怕连见母亲一面的机会都没有。可比起能不能见面，他更担心见面之后该怎么开口。难道要直接告诉对方，你的亲生女儿早就已经不在了，现在这副身体里住着的是另一个灵魂吗？这种事换做谁恐怕都很难接受。就在他还在纠结该怎么解释的时候，轿子突然剧烈地晃动了一下，千明还以为是轿夫没抬稳，正打算开口抱怨几句，谁知下一秒，一柄冰冷的长剑直接刺穿了轿帘，紧接着外面就传来了安西焦急的喊声，让他千万躲在里面别出来。原本安静的林间小路瞬间被一群黑衣刺客给包围了，外面突然杀声震天，安西死守住门口，让千明千万别出来，大白天动手，这帮刺客简直是疯了。更离谱的是守卫竟然全不见了，门外惨叫声此起彼伏。没过多久，千明就推门走了下来。虽然刺客都被解决了，可他额头上全是血。安西哪见过这种场面，他赶紧拉住千明，直接发动了治愈术。这股力量不仅能驱散邪气，连身体的伤口也能瞬间抹平。千明的伤口很快就愈合了，但安西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现场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。那些轿夫全都没能幸免。千明在尸体上发现了诡异的黑气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刺杀，而是有人在背后动用了咒术。这股气息让他想起了婚礼前的意外，看来那个想要他命的幕后黑手一直就躲在暗处盯着他。看着满地的狼藉，千明心里满是愧疚，他觉得是自己连累了这些无辜的人，甚至不顾身份跪在地上为他们祈祷。安西虽然觉得这会加重千明的负担，但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，也只能在心里感叹，这位公主殿下实在是太善良了。千明刚为无辜的人祈祷完，转头就盯上了地上的刺客。既然死人不会说话，那就把他的灵魂给拽回来问个清楚。他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命线，这家伙叫金木祖。随着千明的一声令下，原本已经断气的刺客竟然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，
这招叫招魂术，能强行把死人的魂魄留在阳间。刺客自己都吓傻了，明明记得已经死了，怎么还能感觉到疼？千明可没耐心听他废话，他这招徒手勾魂，比一般的阴差可强多了，根本不需要什么名帖。他现在只想知道真相，他直接祭出了夜镜，打算看看这次客死前到底在跟谁接头。镜子里的画面让人大吃一惊，跟刺客接头的竟然是个太监，一个深宫里的太监，哪有胆子策划这种暗杀？这背后肯定还藏着更大的鱼。还没等千明继续深挖，周围的空气突然冷得刺骨，他猛地停住动作，赶紧让安西躲起来。这群阴差来的比预想中快得多，通常人死后要过3天他们才露面，现在竟然不到半天就杀到了。看来冥界那边已经因为之前的乱子彻底炸开了锅。阴差们一边搜寻一边骂骂咧咧，说是因为某个混蛋捅了娄子，害得他们现在必须到处加班抓人，要是抓不回逃跑的灵魂，他们这行也就干到头了。千明躲在暗处听得心里发虚，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应对，阴差的目光就锁定了那个刺客。这下麻烦大了，擅自招魂可是重罪。阴差们正忙着冲业绩，根本没心思到处乱看，直接把刺客的魂魄带回地府审问了。这波算是险象环生。看着那群家伙彻底消失，安西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。千明还在旁边打趣说，下次要是躲慢了，咱俩都得交代在这。可安西根本笑不出来，在他心里，千明可是尊贵的公主，现在却在这种破地方受苦，甚至还被刺客给伤了，这简直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。千明看出了他的委屈，轻轻拉住了安西的手，想给他一点安慰，安西却反手握得更紧了。刚才那场死里逃生，让他到现在都没缓过劲来。千明说起了以前那些日子，那时候他身体弱得离谱，连心跳都感觉不到，现在能吃得下饭，睡得着觉，对他来说已经是莫大的恩赐。以前连走路都要小心翼翼，现在竟然能在大太阳下撒欢奔跑。只要能拥有这副健康的身体，受再多苦他都觉得值了。那些所谓的凡尘琐事，在他眼里根本就不算什么。安西听得心里一阵发酸，他没想到公主以前过得这么难，积压的情绪一下子就爆发了，直接扑过去死死抱住千明，发誓以后一定要拼命守护好她，绝不让公主再受半点委屈。时间紧迫，他们必须立刻见到使臣把人救出来。可刚到门口就被拦了个正着，对方一脸傲慢，说他既然已经嫁了人，就是外人，没资格再管这里的事。这态度简直冷到了骨子里。千明也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甩出了盖有印章的亡命。就算国家再小，盟友的正式文书他也绝不敢无视。这招果然好使，对方沉默半天，只能乖乖让路。看着那扇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，千明心里总算有了底。这当官的还在这儿摆谱，觉得对方年纪小好欺负，在那儿阴阳怪气的警告，让他老实点，别想着逃跑。可他哪知道，千明心里稳得很，甚至还回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笑，说自己压根就没打算跑。这话听着可不太对劲，他是要把薛登华从这鬼地方救出去。为了确保接下来的谈话不被偷听，安西直接用封把房间封死。作为风中诞生的神兽，这种事对他来说易如反掌，万事俱备。千明却在门口停住了，他有些担心接下来的真相，薛登华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。推开门的那一刻，薛登华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以为再也见不到的孩子，竟然真的活生生的回来了。积压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，他猛地冲过去，紧紧搂住千明，只要人还活着，其他的都不重要了。薛登华抱着失而复得的女儿，嘴里不停感谢上天，他急切地检查着孩子的伤势，生怕这只是一场梦，或者是受了什么委屈。看着这张写满担心的脸，千明心里五味杂陈，这种眼神他太熟悉了。以前自己生病的时候，母亲也是这样守在床边，面对这样一份纯粹的母爱，谎话卡在嗓子眼里，怎么也说不出口，但他知道不能再瞒下去了。这种欺骗对薛登华来说太残忍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直接叫出了对方的名字。接下来的话可能会让天塌下来，但他必须把真相原本地说出来。我根本不是自明，我的真名叫做千明，是执掌天界与地府的公主。薛家这种能闻到谎言的能力，其实是大有来头的。当年命运女神的姐姐因为没能成神，干脆下凡跟凡人成了亲，所以薛家的血脉里其实流淌着神的基因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族的人天生就能看穿祸福。听完这些，薛登华半天没说出一句话，这种沉默让千明有些意外，但他知道自己欠这位母亲一个交代。其实在三途川边上，我就已经见过你女儿了，为了让她断了尘缘，给她改名叫校花。现在她在天宫里当差，过得比在凡间要好得多。虽然现在你们见不到面，但等她以后成了仙子，自然会下凡来找你的。千明还在不停地安慰着，说以后一定会找机会让校花下凡来见他。可不管怎么劝，薛登华始终一言不发。这种死一般的寂静让千明心里咯噔一下，他发现对方的眼睛里已经彻底没了光，就像一个弄丢了全世界的活死人。对于一个家破人亡，连唯一的女儿都被害死的母亲来说，这种轻飘飘的安慰根本填不满他心里的窟窿。他现在只想跟着女儿一起走。意识到温情已经没用了，千明猛地按住他的肩膀，语气瞬间变得冰冷。既然活不下去，那就为了复仇留下来吧。那些害死校花的人，那些毁掉你生活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，我会让他们全部血债血偿。薛登华终于开口了，他的要求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要那个男人的命。平国的皇帝也是这一切悲剧的源头，那个男人毁了他的一切，父母、朋友、邻居全都被他残忍杀害，甚至连他的亲生女儿也是因为他才丢了命。想要杀他，
简直是痴人说梦。他躲在守卫森严的皇宫深处，身边全是顶尖高手，还有重重阵法保护，普通人连靠近都做不到。面对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，千明只是微微一笑，没问题，我答应你，我会亲手杀了他，让他为你失去的一切偿命。看着愣在原地的薛登华，千明再次提醒他，既然是你主动求我，那就别露出这种表情，我可是执掌天界与地府的公主。千明随口提了几个方案，不管是降下天雷把他劈成灰，还是直接在生死簿上勾掉名字，对他来说都只是动动手指的事，但这样死得太快，恐怕解不了你心里的恨。薛登华对此并不在意，怎么死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必须让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是为了谁而死。他得知道这是为校花，为了我，更是为了被他毁掉的整个薛家。只有让他带着恐惧和悔恨断气，这仇才算真的报了。既然要让他死个明白，下毒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毒发的过程足够让你把想说的话全说完。薛登华听完，甚至打算豁出命去送毒。千明赶紧拦住了他，天界多的是杀人于无形的药，根本不需要让他喝下去，而且死状看起来就像是暴毙，谁也查不到你头上。等大仇得报，我会帮你安排好退路，换个身份去过你真正想要的生活，剩下的麻烦我都会替你解决掉。薛登华有些不敢相信，问自己到底要付出什么代价。千明看着他，语气变得温柔了一些，你早就已经付过账了，校花把这具身体交给了我，这些就已经足够抵消一切了。薛登华心里始终有个疙瘩，既然之前已经达成了协议，为什么千明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甚至不惜代价的帮他复仇？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交易的范畴。千明沉默了片刻，其实这是校花最后的愿望，他希望自己的母亲能过得好，只要你心里还有怨恨和痛苦，他在天上就永远无法安心。如果校花对人间还有牵挂，她就没法成为真正的仙女。所以让你获得幸福也是我必须完成的任务，只有你放下了，她才能在那边真正的开始。听到女儿真的能位列仙班，薛登华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直接跪倒在千明面前。千明赶紧让他起来，凡人的灵魂太脆弱，承受不起神职头衔的重量，但薛登华的直觉非常敏锐，他盯着千明的眼睛，总觉得下凡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说什么好奇人类的生活，那肯定只是个借口。你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，那是只有经历过无数次生死的人才会留下的气息。你之所以要占据这具身体，一定是为了活下去吧？千明自嘲地笑了笑，薛氏一族的能力果然名不虚传，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我原本的那具身体早就已经病入膏肓了，在来到这里之前，我已经死过很多次了。如果再找不到合适的容器，我的灵魂很快就会彻底消散，这才是我必须留在这里的真相。千明的父母为了救他，耗尽了无数神力，虽然每次都能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，但复活的间隔越来越短，耗费的时间也越来越长。他能感觉到下一次死亡就是真正的终点，所以他想在彻底消失之前找个健康的身体活一次，也不想让父母亲眼看着自己死去。在冥界遇到校花是他最后的机会，所以他不需要任何报酬，只要薛登华帮他办一件事，唤醒那位沉睡的王后。薛登华有些犹豫，这明明是千明的本事，但千明根本不在乎这些虚名，他只是需要一个留在云国的理由。他要交给薛登华一项真正的禁术，这项本事非常特殊，甚至完全违背了天理，那就是如何死而复生。这是唯一能毒死皇帝，还能让薛登华全身而退的办法。只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死一次，就没人能再追踪薛登华的下落。薛登华显然有些不敢相信，这种违背天理的事真的能办到吗？千明却表现得非常自信，这对我来说再简单不过了，毕竟死而复生这种事可是我的拿手好戏。遇刺的消息传得飞快，金书香在门口急得团团转，一见到千明平安归来，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一半。听说宫里已经开始大肆调查，金书香吓得魂不附体，千明却表现得异常冷静，甚至说自己早就习惯了，这可不是在开玩笑。他从出生起就是妖怪眼里的香饽饽，哪怕父母用最血腥的手段震慑，也挡不住那些贪婪的怪物。只要能吞掉它，就能获得连神都忌惮的力量。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，眼前的刺杀对他来说确实不算什么，但这种习以为常的淡定，反而让身边的人听着更心疼了。这宫里的水，怕是比想象中还要深。金书香一脸同情地看着千明，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，毕竟原主以前受过的那些苦，确实没法抵赖。好在事情办得很顺利，金书香正是成了他的贴身侍从，这宫里总算有了个能说话的人。不过那些刺客的死法太离奇，全像是从高空摔下来的。金书香忍不住开口打听，想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千明心里清楚是安西动的手，嘴上却装得一问三不知，只说自己一直躲在轿子里，外面的动静根本没敢看。金书香也是个聪明人，见主子不想多说，就立刻打住。其实安西那副异于常人的长相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简单。反正王氏身边有几个奇人异事，在大家眼里也不算什么稀罕事，只要能保住命，谁又会去深究那些超自然的力量？比起这些，千明更关心另一件事，那个躲在暗处想要他命的幕后黑手到底被揪出来了没有？义境府那边已经开始查了，金书香的消息灵通的让人意外。千明只是随口一问，他竟然连那边的进展都能打听到，这种人才居然一直没被提拔，看来这宫里埋没了不少聪明人。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填饱肚子，金书香早就把午饭准备好了，这办事效率简直没得挑。千明听见有吃的，刚才那点沉重的心思全没了，甚至觉得这宫女当得真称职。来到云烟堂美美
吃了一顿。千明忍不住感叹，这下界的饭菜确实比上面香多了。要是早知道日子能过得这么滋润，他恐怕早就下凡来了。吃饱喝足总得消消食，他带着安息打算在院子里转转。虽然刺杀的阴影还没散去，但日子总得照常过。更何况他现在可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小公主了。东宫的路确实绕得让人头晕。金书香主动当起了向导。这地方虽然比主宫小了1号，但该有的布局倒是一样不少。不过走着走着，千明就发现不对劲了。这院子荒废的简直不像话，到处都是枯萎的荷叶和杂草。看来那位怪物世子在宫里确实是一点地位都没有。哪怕云烟堂被临时打扫了出来，也掩盖不了整个东宫被冷落的凄凉。千明本想找人把这儿收拾一下，但转念一想，新来的宫女太监们刚搬完家，现在就让他们干重活时再太辛苦。可这话在金书香听来，简直比刺客出现还要吓人。在他这种人的观念里，吓人的命根本就不算命。千明这种突如其来的温柔，反而让气氛变得有些微妙了。在这吃人的皇宫里，善良有时候比刀子还要罕见。千明觉得护着自己人是理所当然，但在金书香眼里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毕竟在凡间的皇宫里，主子和下人之间隔着天堑。千明没心思纠结这些文化差异，他现在只想快点把这乱摊子理顺。不仅要给宫女们分派任务，还要把东宫所有人的底细查个清楚。他甚至打算钻研一下宫里的规矩，让金书香把那些厚重的典籍全搬来。虽然这些书读起来枯燥又费劲，但想要在这里站稳脚跟，就必须先摸透这游戏的规则。金书香虽然觉得这位主子变了许多，但也只能乖乖照办，打发走了贴身侍从。千明立刻带着安息走向了乾隆殿。既然要在这儿常住，那就要把每一个角落都看得透彻，尤其是那个藏着秘密的地方。推开乾隆殿的大门，这儿的情况比想象中还要糟糕，满屋子的蜘蛛网，简直就像个荒废了几十年的鬼屋。千明倒是没嫌弃，顺手抄起扫帚就开始干活。安息吓得赶紧想用法术帮忙，毕竟哪有让公主亲自动手的道理。可千明却乐在其中。大病初愈的他现在浑身是劲，这种脚踏实地的感觉让他觉得新鲜又有趣，甚至还骑在安息肩膀上往高处够。两个女孩正闹得欢，谁也没注意到门口站着个人。世子看着眼前这滑稽的一幕，整个人都定住了。他恐怕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位传闻中的公主私下里竟然是这种画风。千明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赶紧让安息把自己放下来。可世子根本没心思开玩笑，他一脸严肃地确认了安息的身份，随后抛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他要千明今晚就带着安息逃走，因为这皇宫对他来说已经成了随时会没命的龙潭虎穴，多待1秒都是危险。千明下意识以为是因为之前的刺杀，可世子的反应却让他心里一沉，这位世子竟然对袭击的事一无所知，看来他在宫里确实被彻底孤立了，连这么大的动静都没传到他耳朵里。但奇怪的是，既然他连消息都收不到，又是怎么在半天内安排好逃跑路线的？千明意识到这事儿透着古怪，他凑到世子耳边低声询问，到底该怎么逃出去？世子计划让心腹宦官带路，收买士兵逃出宫去。在他眼里，这个宦官是落魄时唯一忠诚的人，只要摇响铃铛就会立刻现身。千明却听出了不对劲，既然这人办事效率这么高，肯定早就知道早上的袭击事件。世子听完直接愣住了，他竟然完全不知道千明遇袭的事。这下事情变得更复杂了。世子急得想让千明立刻动身，但千明却冷静了下来。他总觉得那个宦官有问题，必须在走之前亲自见上一面。世子虽然不解，但还是转身去摇响了召唤的铃铛。千明盯着那扇缓缓打开的大门，心里默默祈祷，千万别是他想的那个人。随着一阵脚步声，那个神秘的宦官终于露面了。果然是他，千明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宦官。他没有任何废话，直接让安息用法术封锁了房间。现在这屋里连半点声音都传不出去。这老狐狸还想装模作样地表忠心，说只要公主想知道的，他一定知无不言。可千明根本不打算听他狡辩，他有的是办法让真相自己开口。既然嘴里没一句实话，那就看看你的命够不够硬了。还没怎么发力，这老狐狸就先撑不住了。谁能想到，这个口口声声说绝不离开的忠臣，竟然才是世子身边最大的噩梦。他一边散布世子是怪物的谣言，一边偷偷拿世子做实验。这种人扎死10000次都不够，但他背后的主使还没露面。更阴险的是，他已经给刺客发了信号，就等世子踏进新房的那一刻。原本他想在请安的路上动手，结果因为千明走得太早，让他扑了个空。这老狐狸急疯了，竟然私自下令在竹林埋伏。难怪那场刺杀看起来漏洞百出，原来只是他立功心切的个人行为。但这还没完，真正难对付的狠角色现在才刚刚露面。这个穿紫袍的老头才是整场阴谋的操盘手，他根本不在乎千明的死活，他在乎的是能不能把杀人的罪名扣在世子头上。只要世子背上杀妻的罪名，那这储君的位置就保不住了。而这老头之所以这么拼命，全是为了他的亲孙子，也就是世子的堂弟完稳君。杀掉世子妃，废掉世子，好让自家人上位。这盘棋下得可真够大的。左翼正想让亲孙子上位，这算盘打得全天下都知道了。但千明发现，早上的刺杀虽然是他干的，可最初的凶手恐怕另有其人。这帮人的目标根本不是世子，而是坐在龙椅上的那位。一旦大明的公主死在宫里，大明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如果这盆脏水泼到皇上头上，那整个朝廷都要变天了。看来得换个查案方向了。至于这个晕过去的公公，先把他留给世子处理，让他亲眼看看自己信任的人到底
是什么货色。不过走之前，我必须送他一份特别的礼物，让他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生不如死。世子终于进屋了，但他这副打扮简直离谱，把自己裹得像个行走的粽子，连路都快看不清了。千明实在看不下去，直接动手帮他把这身累赘脱了。世子吓得直往后退，说张公公嘱咐过，不穿这身衣服会有生命危险。真是个傻孩子，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。千明指着后面的奴才，让他自己说那些所谓的危险到底是不是真的。眼看瞒不住了，对方只能拼命磕头求饶。千明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，刚才那10分钟里可是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千明从盒子里拿出的这些蝴蝶可不是什么观赏用的宠物，它们叫三尸虫，是母亲送给他的宝贝，专门用来对付那些满嘴谎话的人。这种虫子会寄生在人体内，监视一举一动。以前每到特定的日子，他们就会向上头汇报宿主的罪行，要是罪孽深重，宿主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虽然现在的人学聪明了，知道怎么躲避这种监视，但三尸虫的本能可没消失。千明对着他们下达了死命令，钻进这奴才的身体里，只要他以后敢再说一句谎，你们就尽管开口，把他的五脏六腑当成点心，只要别一下子弄死就行。看着这些小家伙钻进他的皮肤，千明心里总算踏实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他就是我专属的人肉测谎仪，只要敢动歪心思，那就是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张公公刚睁开眼，还没搞清楚状况，千明就先给他挖了个坑，问他是不是真的打算帮自己逃出宫。这奴才还想在千明面前演戏，张口就说当然是真的。结果话音刚落，体内的三尸虫就开始疯狂啃食，疼得他当场惨叫出声。看来他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千明好心提醒他，说谎可是要遭天谴的，只要他嘴里没一句实话，这种钻心的疼就永远不会停。他越是狡辩，虫子就咬得越狠，这可不是在吓唬他。如果他打算一直这么硬扛下去，那接下来的滋味可就不只是疼这么简单了。千明笑着看向他，眼神里全是温柔。现在你准备好说实话了吗？在三尸虫的折磨下，这奴才终于彻底崩溃了。他跪在地上拼命磕头，承认自己从一开始就在演戏，所谓的忠诚全是假的。世子冷冷地看着他，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？张公公颤抖着吐出一个名字，左翼正。听到这个名字，世子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意外，他只是站在那里，整个人显得异常沉默，那种感觉不像是愤怒，更像是某种支撑彻底断裂了。千明看着他的侧脸，心里突然一阵发酸。其实他早就怀疑了吧，只是他不敢去深究，因为如果连张公公都是假的，那他身边就真的一个亲信都没有了。他宁愿活在谎言里，也不想面对这种彻底的孤独。就在千明感叹皇室无情的时候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他心里突然一阵发虚，口口声声说最讨厌骗子，可我不也一直在骗他吗？我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甚至还利用那件朱雀礼服跟他演了一场假结婚的戏。我编造了一个又一个借口，说要帮他救出母后，说要帮他控制体内的黑暗。其实世子并不傻，他之所以愿意相信我这个陌生人，只是因为他太孤独了，孤独到哪怕是一个谎言，他也想拼命抓住，假装自己身边还有个依靠。如果我继续用谎言去堆砌未来，那我跟这个满嘴胡话的奴才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世子满脸都是愧疚，他说自己口口声声要救人，结果却因为轻信了不该信的人，差点亲手把千明推向深渊。既然事情已经败露，他决定先把这个奴才送去审理。虽然这还动不了幕后的老狐狸，但至少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看着他冷静分析局势的样子，千明心里五味杂陈。明明是该委屈大哭的年纪，他却表现得比谁都清醒。世子打算让安息把人带走，千明下意识想去帮忙，生怕这个小姑娘会吃亏。可他马上反应过来，安息可是专门对付怪物的影子护卫，抓个奴才简直是杀鸡用牛刀。处理完这些琐事，千明突然叫住了世子，他似乎还有更重要的话想要单独跟他交代清楚。世子看出了他的犹豫，轻声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。千明低头沉默着，心里其实乱成了一锅粥。那些藏在心底的秘密一旦说出来，听着就像是疯话。他毕竟不是族人，万一弄巧成拙，连这点信任都没了怎么办？更何况他现在才11岁，这个年纪就要背负这么多，他真的能理解吗？现在就把一切都摊开，确实有点太沉重了，还是等他再长大一点吧。千明话锋一转，看着他的眼睛说，殿下，您简直就是个人间的隐怪。千明心里很清楚，哪怕泄露天机会遭报应，也该让他知道真相了。他把从母亲那里听来的秘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世子。世子最关心的是这东西到底能不能治好，可千明给出的答案却让他心凉了大半截。这种被称为隐怪的存在根本没有解决的办法，因为他是第一个变成隐怪的人类，没有先例，更没有回头路。千明只能实话实说，这种事以前从来没发生过。世子沉默了很久，他终于意识到，从那个噩梦般的日子开始，自己就已经不再是人类了。随着太阳下山，世子体内的黑暗开始失控了。这种感觉千明再熟悉不过，那种刚看到希望又被夺走的绝望，就像掉进了没底的深渊。他想起了自己生病的那段日子，那种无助和恐惧简直能把人逼疯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他当时身边还有人陪着，而现在的他却只有自己，所以他不能坐视不管，必须帮世子逃离这种恐惧。千明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，大声告诉他，殿下看着我，千万不要害怕。世子显然被吓到了，他感觉到体内的黑暗正在疯狂滋长，这种时候他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自己这富贵样子。可千明却死死抓着他不肯放手。
千明劝他别总想着一个人待着，那样只会让心里的恐惧越长越大。他还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，说自己已经答应了皇上，要和母亲一起治好皇后。世子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个刚认识不久的女孩，竟然说能唤醒他昏睡已久的母亲，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唯一的救命稻草。千明倒是表现得很轻松，他说只要立了这件大功，皇上肯定会给他丰厚的赏赐，到时候他们既然已经是夫妻，世子的处境也一定会跟着好起来。虽然变成隐怪这件事没法回头，但只要学会控制这股力量，一切就还有转机。他叮嘱世子一定要好好练习，因为这不仅是为了他自己，更是为了他们共同的未来。可世子心里却打起了鼓，他不明白千明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帮他，这种突如其来的善意反而让他觉得很不真实，甚至有点害怕。他坦白说自己还没法完全信任他，毕竟两人才认识了短短2天。千明听了也没生气，只是告诉他不用焦急，等皇后真的醒过来的那天，他自然就会明白这一切了。千明紧紧抓着他的手，想跟世子要一个准话，如果他真的能让奇迹发生，他愿不愿意彻底信任他，跟他一起走下去。世子看着眼前的女孩，终于点头答应了。这一刻他心里的那座冰山总算有了裂缝，看到他终于露出了笑容，千明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。只要他不再被恐惧困住，那接下来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大半。既然已经达成了共识，千明打算先回去准备，可谁知道他刚要起身，脚下却突然打了个滑，整个人失去了重心。世子眼疾手快，一把将他稳稳地接住。这突如其来的亲近让原本就微妙的气氛变得更加耐人寻味了。千明被他这惊人的反应速度吓了一跳，心想不愧是隐怪，这身手确实不一般。可世子却像触了电一样，赶紧把他放开，嘴里还念叨着什么男女有别。看他这副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千明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调侃他真是个老古板。就在人间这边刚有点起色的时候，天界的桑罗宫却出大事了。原本平静的宫殿，此刻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谁也没想到，一直卧病在床的公主，竟然在睡梦中突然吐了血。这种突发状况，在以前可是从来没发生过的。宰相修立看着病榻上的女儿，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他怀疑是要出了问题，厉声质问身边的下人：“千明变成这样到底多久了？”侍女低着头汇报说：“千明从今天一早开始，情况就变得非常糟糕，明明才睡了2天，竟然已经虚弱到了这种地步。”宰相修立心里全是后悔，他只求女儿能平安活下去。他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千明体内的神力太强了，身体一下子承受不住，于是打算用自己的力量先帮女儿分担一下痛苦。可就在他动手的那一刻，怪事发生了，千明体内的力量竟然开始疯狂涌动，这根本不像是昏迷的人该有的反应，倒像是他正在主动施展法术。这种反常的情况让宰相修立完全摸不着头脑，还没等他想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阎罗轩就急匆匆地闯了进来。这宫殿里到底出了什么邪门的事？阎罗轩现在火气大得很，他盯着跪在地上的侍女质问：“公主都病成这样了，你们这些贴身伺候的人到底跑哪去了？”侍女香丹赶紧解释：“是公主亲自交代她去安顿一个孩子，她这才离开了一会儿。”可他心里也纳闷，明明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变天了？为了自保，他赶紧呈上一封书信，这是公主昏迷前特意留下的，还叮嘱说，如果大家担心她睡得太久，就打开看看。阎罗轩一把夺过书信，刚看了一眼，整个人就僵住了。信上的消息简直像个炸弹，那个从3途穿戴回来的孩子，竟然是神灵降世。更离谱的是，公主已经亲手把那个孩子写进了仙籍。阎罗轩这下彻底急红了眼，他一把拽过侍女，非要让他现在就带路去把那个叫校花的孩子找出来，问清楚千明到底在哪。宰相修立赶紧拦住了他，让他先冷静下来，毕竟对方只是个孩子，他要是就这么气势汹汹地闯过去，非要把人家吓坏不可。世子虽然停下了脚步，但心里还是放不下，他觉得千明在人间肯定吃了不少苦，现在疼成这样，说不定就是因为感应到了什么。宰相修立看着病榻上的女儿，心里也软了下来。千明从小就懂事的让人心疼，这次竟然瞒着所有人做了这么大的决定，肯定有他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。既然没能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，那至少在这一刻，他想支持女儿最后的心愿。阎罗轩冷静下来后，意识到自己刚才确实是脑子一热，他低声向宰相修立道歉，说自己光顾着焦急，完全没考虑到后果。宰相修立并没有怪他，他觉得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得先弄清楚到底有没有人在暗中捣鬼，想要破坏千明的计划。毕竟作为父母，帮孩子扫清路上的绊脚石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。阎罗轩听完连连点头，觉得夫人说的简直太对了，既然决定要动手，那就要先掌握情报。宰相修立转过头盯着旁边的侍女，语气变得严肃起来，在去找公主之前，必须先把知道的都交代清楚，尤其是那个被公主托付，现在正有你照看的孩子。千明看着手里的圣旨，嘴里还哼着小曲。安西忍不住凑过去打听，到底是什么事让公主这么开心？原来是给王后治病的日子定下了，就在这个月底。因为那天阴气最重，是去阴间的最好时机。趁着这段时间，他打算把日程排得满满当当，要找薛登华商量复仇大计，还要教他怎么起死回生，顺便再跟世子一起练习掌控黑暗的力量。当然，吃好睡好养足精神，也是为了接下来的硬仗做准备。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金书香突然急匆匆地赶来，说是有紧急情况要汇报。千明怎么也没想到，宫里整整7个宫女，竟然在一夜之间全都病倒了。这宫里怕是又要变天了。金书香汇报的情况非常诡异，这些宫女不是生病，而是在一夜之间全都莫名其妙的断手断脚。千明心里
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这跟婚礼上那些人的下场一样，只要是对他心怀恶意的人，都会遭到这种恐怖的天罚。他仔细盘算了一下，想对自己动手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有派来暗杀的，也有安插进来的间谍。既然要准备干大事，就必须先把家里清理干净。他吩咐金书香把宫里所有的宫女全部召集起来，看着院子里议论纷纷的人群，千明知道是时候让这些心怀鬼胎的人见识一下真正的手段了。院子里的宫女齐声高喊，称呼千明为生物。这奇怪的称呼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。金书香在一旁解释道，这是对世子妃的正式尊称。在云国，国王是穿云而上的巨龙，王后则是巨龙栖息的云海，而世子是潜伏在大地的伏龙，世子妃就是那团冉冉升起的雾，终有一天会化作云朵，成为世子的那片天空。千明这才明白这个身份背后的分量有多重。不过现在可不是感慨的时候，他得在这么多人面前第一次尝试大范围使用那个力量。这种原本只能看透一个人的能力，现在要同时观察这么多人，他集中精神，瞬间开启了天眼。谁在说谎，谁藏着坏心思，现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了。天眼开启的一瞬间，院子里的宫女全都被吓傻了，尖叫声此起彼伏，谁也没见过这种阵仗。可还没等千明站稳，整个人就晃了一下。安西赶紧冲上去扶住他，生怕他出什么意外。千明摆摆手说没事，只是刚才涌入的信息太多，这副身体一下子没缓过来。但千明心里很清楚，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，凡人的躯壳再怎么强壮，也承受不住神灵的力量。他在人间每用一次异能，天界真身的寿命就会缩短1分。如果真身撑不住了，这具肉身也会跟着一起崩塌。千明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，他只想在最后的时间里能回到父母身边，哪怕只有一小会儿也好。千明心里很清楚，神灵的寿命在冥界根本查不到，他必须时刻盯着自己的真身。但看着安西担心的样子，他还是决定把真相瞒下来，只说那具身体是在睡觉，休息一下就能好。处理完私事，千明立刻下达了铁命令，他吩咐金书香把刚才点名的那些宫女全部赶出皇宫，立刻执行。金书香拿着名单，有些犹豫，这里面不少人背景都很深，他忍不住开口询问，到底是以什么标准来赶人的？千明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心思，金书香肯定在怀疑他这个外来的公主是想趁机搞垮云国的根基。既然怀疑，那就干脆把话说明白。他直接提到了当年平族是怎么冷酷对待薛氏一族的。平族当年为了抢夺薛氏的力量，不惜血洗了整片土地，他们嘴上说着是为了领土，其实就是看中了薛氏那些特殊的能力。千明看着金书香，平静地说出了那个尘封的秘密。在成为平族的公主之前，她其实是薛氏一族的后裔。平族之所以把她送来和亲，就是怕她以后会找机会报仇，所以想借世子的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她。所以金书香根本不用担心，平族从来就不是她的家。从这一刻起，云国才是她真正的归宿。她不再是平原上徘徊的孤魂，而是要成为守护这片天空的云。金书香听得半天没说出话，显然被这个真相震撼到了。千明俏皮地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让他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。毕竟在这个深宫里，有些真相只能留给信任的人。几天后的宫里，金书香带了一名宫女过来，千明平退了左右，屋里只剩下他们2个人。这个叫崔谦的女孩显然有些不知所措，她跪在地上低着头，不知道这位世子妃要怎么处置她。可千明接下来的举动却完全出乎意料，他直接递过去一张药方，让崔谦去药房抓药。这要是给他那个生病的弟弟准备的，千明甚至还给了1袋钱，说是有些药材比较稀有，让他千万别舍不得花。崔谦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家里的事，世子妃又是怎么知道他有个卧病在床的弟弟？其实早在婚礼那天，千明就已经开启了天眼。这个女孩这辈子经历过什么？是积了德还是造了孽？在他眼里根本没有秘密可言。这个叫崔谦的女孩身世比想象中还要坎坷，家乡遭了天灾，他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，却还收养了一群无家可归的孤儿。为了给孩子们攒医药费，他这些年一直省吃俭用，甚至不惜在宫里犯点小错。但在千明眼里，这些所谓的罪过全都是为了救人的善念。千明还记得大婚那天，场面乱成了一锅粥，所有人都只顾着自己逃命，唯独这个女孩死守在原地。看到千明平安无事，她流露出的庆幸根本装不出来。人心这种东西，一旦看透了，就很难不去同情。千明盯着崔谦的眼睛，问他还记不记得大婚那天，2人对视的那一瞬间，在那一刻，千明就已经看清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崔谦终于说出了心里的实话，大婚那天那种奇怪的感觉，确实不是他的幻觉。千明饶有兴致地看着他，想听听在那一刻他到底看到了什么。那种感觉就像灵魂被彻底看穿，这辈子的遗憾像走马灯一样闪过。虽然一开始觉得害怕，但等那股劲儿过去之后，心里反而生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激。也就是在那一刻，崔谦决定不再像以前那样浑浑噩噩，而是要挺起胸膛去走正确的路。他本以为那只是个离奇的梦，没想到竟然是世子妃在暗中指引。想到自己之前的那些小心思，崔谦羞愧的直接跪倒在地。他觉得自己这种人根本不配拿赏赐，甚至还想把那袋救命钱还回去。千明却笑着把钱袋推了回去，告诉他这并不是什么施舍，没必要觉得受之有愧，就把这当成是老天爷看他心诚，特意送上门的一份好运吧。崔谦这下彻底被触动了，他不停的道谢，心里那个要走正道的念头也变得越来越坚定。看着崔谦离开的背影，千明想起了以前在冥界的时候，
那时候他见过太多可怜人，虽然心里想帮，但碍于神明的身份和规矩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悲剧发生。可现在他成了人，胸口竟然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，就像有一颗小星星在慢慢发光。他分不清这到底是成就感还是喜悦，但这种感觉让他第一次觉得当人也挺好。其实这种感觉并不陌生，当初看到校花露出笑脸，或者是柿子难得的笑出声来的时候，心里那种滋味都是一样的。以前总觉得帮人是神的事，可现在亲身体会了，才发现靠自己的双手去改变别人的命运，竟然能让人这么满足。这种实实在在的成就感，是以前当旁观者时想都想不到的快乐。签名看书看得太入神，连安西在门口喊了好几声，他都没听见。安西实在想不通，好不容易换了个健康的身体，不赶紧去吃喝玩乐，怎么反而在这儿卷起学业了？但对签名来说，以前只能躺在床上等死，现在能读书，以后还要练武，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自由。安西听得直摇头，完全理解不了这种学霸思维。听到签名说学习很有趣，安西整个人都傻了，这种话简直超出了他的认知。两人正说笑着，签名却突然停住了，那种异样的感觉再次袭来。坏了，签名这下彻底慌了，他居然把跟柿子的约定给忘得死死的。刚才看书太入迷，现在已经迟到了整整1个小时。签名拎起裙子就开始狂奔，安西在后面紧追慢赶，劝他别为了个凡人这么拼命。等他们好不容易赶到后花园，约好的地方却空荡荡的，签名还在纳闷，难道那位柿子等得不耐烦，已经自己回去了？可安西却听到了异样的动静，不远处吵吵闹闹的，听着可不像只有1、2个人。那位柿子平时几乎不出门，谁会在这时候成群结队的跑来找他？一声刺耳的碎裂声，柿子的饭菜被踢翻在地。王稳军嘴上说着不好意思，语气里却全是挑衅。他一边假装道歉，一边指着地上的剩饭嘲讽，说这种狗都不吃的东西，居然是堂堂柿子的午餐。他故意把柿子的伙食说成是喂狗的饲料，甚至还理直气壮的狡辩，说谁让这饭菜就摆在地上，难怪他会看走眼。躲在暗处的签名看清了，这根本不是什么误会，而是这群人一直以来都在把柿子当畜生对待，连口热饭都不让他坐着吃。王稳军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他盯着柿子愤怒的眼神，竟然拿柿子昏迷不醒的母亲开玩笑，说自己可不想像皇后那样一躺就是2年。这种话简直是在杀人诛心，柿子的底线被彻底踩碎，而签名眼里的怒火也已经快要压不住了。王稳军还在那儿满嘴喷粪，不仅羞辱柿子，甚至还拿刺杀的事当笑话讲。签名实在听不下去了，这家伙简直是个畜生，他直接从暗处走了出来，当众打断了这场闹剧。王稳军非但没收敛，反而盯着签名露出了恶心的笑，甚至还说等他长大，正好是他喜欢的类型。这种轻浮的话，连旁边的柿子都听不下去了。可王稳军根本没把规矩放在眼里，还厚着脸皮在那儿套近乎。安西气得火冒三丈，恨不得上去撕烂他的嘴。签名死死按住他，对付这种人，动手只会脏了自己的手。王稳军接下来的话更过分，他居然提到了那场刺杀，还假惺惺的替他那个涉嫌买凶杀人的爷爷喊冤，这已经不是挑衅，而是赤裸裸的威胁了。王稳军还在那儿装模作样，说要亲自来解开什么误会，柿子根本不给他面子，直接让他回自己该待的地方。可这家伙脸皮厚的离谱，居然还调侃起柿子的婚后生活，甚至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势，教训起柿子要懂得孝顺父母。签名听完直接冷笑一声，说完稳军连人饭和狗食都分不清，居然还有脸在这儿评判柿子到底对父母孝不孝顺。王稳军被对得气急败坏，骂签名是个没教养的小鬼。签名可不惯着他，直接反问到底是谁忘了身份，一个连正式封号都没有的人，哪来的胆子在楚军面前撒野？这一番话直接戳到了王稳军的痛处，也揭开了皇室一段尘封的丑闻。当年还是皇子的当今圣上，他的哥哥江恩是个出了名的混蛋，不仅整天无所事事，甚至还强暴过重臣的私生女。这种出身的王稳军在宫里的地位其实尴尬得很。当年那个大臣为了遮丑，想让怀孕的女儿当上世子嫔，结果还没等成婚，江恩就在划船时意外淹死了。现在的皇上这才捡漏当了储君，那个女儿连宫门都没进，就在外面生下了王稳军。他这种没名没分的私生子，本来根本拿不到任何封号，全靠他爷爷在背后映色，才勉强挤进了皇室族谱。王稳军整个人彻底破防了，他歇斯底里的吼着，说自己是江恩的长子，是名正言顺的大军，名字就清清楚楚写在族谱上。签名却一脸淡定的告诉他，大军这个称呼只有正宫生的嫡子才配用，你一个连身份都不清不楚的人，居然也敢做这种春秋大梦。王稳军被对得哑口无言，这种赤裸裸的羞辱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。他猛地抬起手，竟然想对签名动粗。签名赶紧提醒安西，挡住就行，千万别把人弄死，否则后面处理起来太麻烦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一直躲在后面的柿子竟然直接冲上来挡了一巴掌，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全场。签名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急得直埋怨安西为什么刚才不出手拦一下。可安西根本不在乎，在他眼里，除了签名的安危，其他人的死活都无所谓。柿子的眼神瞬间冷了下去，周围的气压低的让人窒息。他死死盯着王稳军，问他是不是真想对柿子飞动手。王稳军吓得连连后退，眼看柿子的力量就要失控，那种不祥的黑气开始蔓延。签名意识到情况不对，赶紧从背后死死抱住他，提醒他回想两人每天晚上的练习。柿子努力找回那种感觉，那是两人无数次磨合后才建立起来的平静，绝对不能在这里前功尽弃。
随着世子的坚持，周围那股恐怖的黑气终于开始慢慢消散。千明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，轻声夸奖他做得好。王稳军见状，居然还想打圆场，尴尬的笑着问世子为什么要插手这种小事，还想把刚才的冲突糊弄过去。千明可没打算放过他，眼神里透出的寒意让这个跳梁小丑瞬间闭了嘴。王稳军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股无形的压力死死锁住，现在却像个丢了魂的木偶，连站都站不稳了。千明在一旁冷冷的看着，这种年纪还控制不住情绪，真是让人看笑话。他冷淡的吩咐旁边的下人：“你们主子身体不适，还不赶紧带回去休息？”随从们吓得手忙脚乱，一边扶着他逃离现场，一边还不忘放狠话，非说是千明用了什么妖法，还搬出背后的左翼正大人，想找回最后一点面子。等这群跳梁小丑走远了，千明赶紧查看世子的状态。刚才那场博弈虽然惊险，但好在最后关头稳住了。世子显然还没从刚才的冲击中完全回过神来，但看着千明关切的眼神，那些疑问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。千明终于露出了笑容，只要刚才的办法奏效，以后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